那你今天去找景雅，景雅承认你们的矛盾是因为这次欺骗事件而升级的吗？是不是因为这次欺骗事件造成你们的关系恶化，直至离婚？我是这么问的景雅，她回答就仨字儿，还加一个问号。你说呢？然后呢？然后就没然后了，就是以前那些车轱辘话了呗。也就是说，可能是因为这次欺骗事件伤害了景雅，导致了你们婚姻的破裂。江小美，你能不能别老说欺骗这个词儿啊？我就是撒了一个谎，撒谎和欺骗是有本质区别的，好吧？欺骗这是恶意的，是贬义词；撒谎总有无奈和善意在里边吧？你不懂，你不懂啊！在女人的词典里，欺骗和撒谎这两个词儿是一模一样的。哦，文学创作是对各种情绪、情感的体验和表达。有人讲，再美好的快乐，也经不住遗忘；再深刻的痛苦，也抵不过时间。用老百姓的话讲，现在很痛苦，刮一阵风，下一场雨，再回头看看，会发现那都不算事儿。过眼云烟，既是云烟，何必纠缠？可是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难，很难。怎么说的乱七八糟的？中年男人的困惑，个人感受。人生就像一盘棋，愿为兵卒，行动虽慢，但绝不后退。特瑞莎修女是这样说的：最美好的一天是今天。我有一个朋友是这样说的：扔掉过去，珍惜瞬间。尽管很难，但要坚持。你想说，你孤坐街头，沧桑凄惨，跟没了魂儿似的。学人能看出我前心贴后背了，把你的宵夜给了我。他怎么形容的呀？说我像丧家犬还是流浪汉？那倒没有，他就是挺心疼你的。哎，白志勇，看来你也是人前人后两个人呢，在我们面前的那种坚强，强弩着的吧？啊，嘴硬先生。先别说我了，说你。你想后退，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不想坚持了。我决定了，暂时退出我们的颠覆三人组，回家待一段时间，多陪陪林想。先别投降啊，至少也得曲线救国吧？等久了吧？啊，走吧，健身去。怎么了？哎，这两个人哭丧着个脸，跟苦瓜似的。发生什么事了？黄九恒想退出我们疯狂三人组，说回家陪陪林想。哦，也对啊。对啥呀？我认为，林想在检察院放出来之后的情绪失常、惊恐失措，就是想把黄九恒留在身边的一个借口。在看守所就关了9天，至于这样吗？林想肯定是故意的，这绝对是一种伎俩，想把男人留在身边的一种伎俩。白志勇，你说话能不能别这么难听？什么叫伎俩？林想跟我之间犯得着用伎俩吗？我用这个词儿，是为了把这件事儿说得更清晰、更明确。再说了，你怎么知道他这种表现不是装出来的呢？你怎么知道这不是阴谋诡计呢？白志勇，你不要把别人想的都像你这么阴暗。被警绳绊了一下，就怀疑所有的东西都是毒蛇，你这说话有点难听了啊！我说的这起码是50%的可能性吧。林想很尊重你，请你也尊重林想。你怎么能这么说他呢？你有病啊！你才有病呢，愚蠢病！我告诉你，黄九恒，
女人做错了事儿，总会不由自主、不自觉地用一些小伎俩来让男人原谅。这么低劣的苦肉计都看不出来啊！瞎子，愚蠢啊！没错，你就是愚蠢。你在你老婆的脆弱和眼泪中，在扮演愚蠢的角色。愚蠢就愚蠢，我就是愚蠢。你聪明，你机灵，你是我大爷，行了吧？你看，说着说着就急了，这傻帽啊！瞧你这操性，我要是他我也急。黄九恒之所以生气，主要是你老以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去教训别人，你老把自己当成一个聪明人，把人家都当成傻帽。这老黄再宽容的人，他也是一个7尺男儿，经不起你这么蹂躏。从我们仨一开始成为朋友，做任何事儿有任何建议，这个黄九恒永远在后边扯后腿说怪话。我早就快烦透，怎么就这么固执呢？再是个名人，不也还是个厨子吗？我就觉得他鱼头鱼脑的，傻蛋一个。这就是你的不对了，白志勇。你怎么就不能理解老黄的这种想法呢？坚持自己想法的人有什么错吗？坚持和愚蠢之间，只有一条很细很细的界限，容易看不清楚。容易模糊，懂吗？这就是典型的抖机灵。你老觉得自己是一个聪明人，那我也告诉你一句话：这聪明和小聪明之间的界限更模糊，更看不清。这小聪明和愚蠢之间呀，基本上就没有界限。是吗？是妈，还是奶奶呢？白志勇，你哪儿都好，就是爱自以为是。确实是让人讨厌。哎，你看，你现在这个表情，真让人讨厌，我都想抽你我。好，那我换一个表情行了吧？不是你老冲我使什么劲啊？我这不也是好心吗？我是怕黄九恒真回了头，会受到更大的伤害。行了，先别说了，约见黄九恒。解决你们俩的矛盾，我还是决定退出。你还是决定坚持你的愚蠢，不可救药。白志勇，你能不能不要再用“愚蠢”这个词儿？这2天你已经骂了我好几次愚蠢了，你他妈有毛病吧？哎，干嘛呢？我刚给你们调解完了，你们怎么又来了呀？你们是不是打算累死我这个人民调解员呀？白志勇，我得说你啊，你看你现在脸上的表情，又来了，一副看不起人的样子。你怎么老说我的表情啊？我表情怎么了？我这是无奈啊，应该是无奈的表情啊。我发现你这是典型的挑拨离间、火上浇油啊！你什么人民调解员？你人民挑事儿员吧？我昨天白劝你了，你说话能不能别这么难听？我说话是有点难听，可是忠言逆耳，良药苦口，这是连小孩都明白的道理。我说话狠了一点儿，就是想强调，想刺激黄九恒。我就是想刺激黄九恒这种面了吧唧、黏黏糊糊的大面瓜。你瞧他那样，啊，皱着个眉头，假装思考，实则愚蠢。你再说愚蠢，你再说一句愚蠢，我听听。愚蠢，愚蠢，你就是愚蠢！你已经深深地陷进愚蠢这坨屎里边了。我知道你善良，可是他的确做了对不起你的事儿，你还同情他干嘛？你现在应该同情的是你自己。他和黄小磊的生父那天晚上出的事儿，是强奸吗？是强奸吗？你跟我说。哦，喝多了酒就上床了，上床就生了一孩子，这属于道德败坏吧？啊？他为什么不跟你说呢？10年了，为什么一直不跟你说呢？我告诉你，你老婆这种人根本就不应该把她当家里人看。我打死你！哎，我让开！哎呀！
你听好了，你再敢说理想一句，我拿刀剁了你！活该，打得好，我都想再加上2脚踹死你得了。老白，你怎么能对人家黄九恒说强奸这个词儿呢？你不挺懂事儿的吗？怎么那么二啊？比我还二，真该把你那破嘴给你缝上。你攻击林想确实是过分，你说是为了帮助老黄解脱，把自己扮成混蛋。你以为你聪明啊？起码比他聪明。这个死厨子太不知好歹了，居然打我！到现在一说话嘴还疼。我跟你说，蓝天宇，也就是这几个月，咱们难兄难弟，混得跟哥们儿似的，要不然我早还手了。行了吧，你就别嘴硬了。就你那少爷体格，你还跟人家动手呢？人家老黄是干什么的呀？那是抡大勺、耍菜刀的厨子，每天免费练臂力。老黄抡我那一下没过程，身体在空中飘了一下，一眨眼我已经靠在墙上了。你还还手？我都看见了，脸色惨白，直喘气，跟个无辜儿童一样，那眼睛里面全是惊恐，就差举手投降喊救命了。你放屁！行，咱也别忍着了。我还真想亲眼看看白志勇被打后的画面。你想啊，这么骄傲的一个人躺在地上，鼻口窜血，惨烈啊！有完没完？有完没完？我就说了，你不能把你老婆当家人看，她就急了。是，强奸那词儿我是说了，那不是话赶话就那么赶出来了，嘴一秃噜就秃噜出来了吗？白志勇，再次提醒你，把你那个流氓无赖样收敛一点。再怎么着，人家也是睡在一张床上的2口子，是不是？没错，老黄不像我，对我你说这些也就罢了，我不跟你一般见识。可老黄本来性格就内向，本来就轴，一根筋。我知道，我说这个话的意思就是想刺激他，强刺激。一个人如果对你做了一件卑鄙的事情，以牙还牙是为了能够获得解脱，这不是报复，这是平衡，平衡懂吗？是为了帮助黄九恒，让他心里平衡。瞧你张牙舞爪那样儿，是挺烦人的。谁烦人？你才烦人呢！没有考虑他的自尊心，是我不对。可我说的这些话都是真理啊！一天到晚虚头巴脑的说能原谅自己的老婆，他真能原谅吗？我就不信。还有你，你是最早喊出原谅你老婆口号的人，结果呢？现在呢？你不也出现反复了吗？白志勇，你有病吧？你怎么又开始攻击我了呢？操蛋！我真没发现你是这么操蛋的一个人。我就这么操蛋，怎么了？因为我不会假模假式说那些虚话、套话、假话。你是在说我吗？我说别人对得起你吗？我就是说你，你不是说你最瞧不起那种端着架子、心口不一、人前一套背后一套、装腔作势的人吗？行了行了，你不用再形容了。我说假话套话，我不说行了吧？啊，我就当没你这么个朋友，你自己一个人说真话吧。来，蓝天宇，你站住！你站住！你威胁谁呢？一个人怎么了？一个人怎么了？一个人好，哥们儿就喜欢一个人享受孤独，省得天天看见你们这些傻子。好啊，那我祝你孤独，并且长命百岁，孤独到死，死了都没人埋你。你干什么呢？怎么又跟老蓝干起来了？还天天说人黄九恒愚蠢。
我每次都降低对你智商的期待，可你总能跌到下一层。我这不都是为了他们好吗？啊，这两个人前后脚劈头盖脸的，一个把我打了一顿，一个把我骂了一顿，怎么了？我欠他们的呀。他们俩就是一个王八蛋，一个神经病。你既是王八蛋，又是神经病，天天用那些不负责任的反动言论高声叫喊着。你不知道人人都要面子，都有自尊啊！瞧你这德行。你跟黄九恒就都是这种，死要面子活受罪，活该。真话都听不了的人，还活个什么劲啊？白，小男人样露出来了啊！你跟人小美嚷嚷什么呀？你再把她嚷嚷跑了，你就真没朋友，真成孤家寡人了。他呀是刚被人打了一顿，又被人骂了一顿，现在就是疯狗一条，逮谁咬谁。你瞪什么呀？瞪我也得说呀，你就是一条疯狗，赖皮狗。你再这么发展下去，就是一条死狗，一条死了都没人埋的死狗。江小美，你骂我骂顺嘴了是吧？我告诉你，要不是欧小欧拦着劝我，我拍死你，你信吗？我不信，我骂你怎么了？你就是欠骂，骂你还是轻的呢，就应该把你剁吧剁吧喂狗，狗还不一定吃。我真想抽他，你信吗？不信。哎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你不是刚拿走换洗衣服吗？什么意思？这也是我的家，我不能回来吗？你喝大了还是吃枪药了？谁又惹你了？对不起啊，不是冲你，我跟白志勇打起来了。打起来了？你们俩不是勾肩搭背的生死哥们儿吗？别说了行吗？我都后悔死了，后悔把这种人当哥们儿。什么人呀？垃圾，流氓！我怎么这么弱智啊？弱智到把这种人当朋友。你是想让我劝劝你，还是想让我不说话？我想让你陪我喝点酒。白志勇，你天天摆出一副委屈得不得了的样子，怎么了？不就离了个婚吗？一个大男人怎么就变成一个怨妇了？就你那点破事儿，至于这么小肚鸡肠吗？这是夫妻之间的正常矛盾。说到底呀，就是夫妻双方不同步，老错着位。对，丈夫想存钱，妻子想花钱；丈夫想坐着，妻子想躺着。对，妻子想逛街，丈夫想打牌；妻子希望在这个时间吃饭，丈夫想在这个时间拉屎。欲望的不同步，矛盾自然会产生，痛苦也就来了。你们这不是挺明白的吗？这是煎熬吗？这是缠绵，这是一种生活气息，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打情骂俏，是炊烟袅袅，万家灯火。全世界的夫妻都存在这样的情况，你特别吗？啊？你没有地球人的心和肺啊？你是 ET 吗？你是外星人吗？你是上帝吗？如果你怕这种矛盾，那你就别结婚，自己嫁给自己，耍着横耍着光棍过日子，没准儿还有人夸你潇洒呢。白志勇，谁都不可能轻易的向对方妥协。夫妻矛盾是一种自然产物，怎么能是痛苦呢？说完了，二位知心大姐，我终于能插进话来。你也承认这个自我，对吧？嗯。那好，那么我这个自我认为这个矛盾痛苦，你这个自我认为这个矛盾不痛苦。可我总应该有痛苦的权利吧？为了让自我们
尽快的从痛苦郁闷中解脱出来，让家庭乃至整个全社会安定团结。贬低一下对方没什么不对吧？这是为了给他们泼冷水，让他们清醒一下，故意把话说得严重一些。你不是也说过忠言逆耳，良药苦口吗？我能理解白志勇。你没事儿吧？他说话这么难听，把黄九恒的老婆都说成一个阴险毒辣的小人了，你居然能理解？当你面对的是你最亲近的人，当你面对这个人很难做出选择的时候，就得用最狠、最极致，甚至最难听的话扎你一下，帮你做出判断和选择。就像你和我，你可真能联想，这事儿你都能联想到咱们俩身上了。行，那你说说咱们俩怎么回事啊？愿闻其详。举个例子，就说当初我跟那个教练，不要再说那个教练，好吗？秦风，我不提这个名字，是不想刺激你。没事儿。我现在特别希望你多提这个名字，不用回避，提多了也就没那么刺激了，也就习惯了，有了免疫力了。这样呢，让这个名字在你我的嘴里，在我的脑子里，尽快的变成历史，成为过去。好吗？说。秦风，说。秦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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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姓秦名风。说。秦风，怎么了？秦风的事儿。秦风。出来以后，我主动跟你提出来，你要是想离婚的话，我可以同意离婚。可实际上，我并不是真想离婚，我就没想过离婚，我也不敢离婚。但是，我必须用这样的最狠、最极致、最难听的话扎你一下。我怕你想离婚又不敢提。另一方面呢，也是要用这样的话刺激一下我自己，让我自己能做出一个清醒的判断和选择。你明白吗？人才啊，上官晖，你真是个人才。女白志勇，无知无畏加丧心病狂加无耻无赖加他妈找抽！黄九恒的反复和犹豫太能理解了。过日子怎么可能没有磕磕绊绊的？两口子同在一个屋檐下，怎么可能全是愉悦和开心啊？这是猫和狗都能明白的道理。这是但凡有点智商的人，结婚前都应该想明白的。就跟你们都结过婚似的。我问你，当这种无解之痛的比例远远大于你获得的快乐的时候，你怎么办？没有怎么办？享受了婚姻的爽，就得承受责任的痛。爽又不能爽，痛又不能忍，所以我离了婚。我真替你前妻庆幸。我要是景雅，我也离。我去，你能不提她吗？你说人家黄小磊的生父没有强奸理想，那当时也没有人强迫你结婚啊。你看你这副不负责任的德行，也没人愿意强迫你。
你今天特别不可爱，的确像个无赖。没词儿了吧？想反驳我们的词儿呢吗？反驳个屁！赶紧结账走人，我们还做生意呢。我的词儿想出来了，别说话，说完我自会滚蛋。作为一个俗人，需要承担太多的责任，这层层的压力，压在我肩上，我背上，压得我气喘吁吁，汗流浃背。我活得像乌龟，像蜗牛，就不像个人，会累，会烦，于是就有了痛苦。有了痛苦，不仅仅折磨自己，还会去折磨他的朋友和家人。少一点责任呢，这种折磨就会少一点。这叫科学的生活。现在的社会是一个自由的社会，允许人们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。硬逼着自己去负这种不想负的责任，就是最大的不负责任，就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。所以你离了婚，所以你找到了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那种自由和洒脱。总结得好，准确，准确。哎，别走啊！没词儿了吧？我觉得老爸有点神魂颠倒。3天了，每天都回来擦地板，今天擦了3次了。说我们吧。是啊，能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事情吗？没什么事儿。肯定有事儿，黄九恒就不能把那些事儿告诉我和我妈吗？把嘴闭上，做作业。林想，不好意思啊，堵车迟到了。老黄呢？我还以为黄九恒也来了呢。我叫他一块儿来，他说他今天加班。那个，林想，对不起啊，我真的不是故意那么说的，确实是话赶话，顺嘴吐了出来的。没过脑子，我这人……你们之间到底为什么闹得不开心？我是真不知道为什么。他跟你说了什么，我也不想听。你们男人之间的事情，我不插手管的。但是这几天，老黄除了上班就是在家待着，满脸的郁闷。没有你们前一阵子在一起疯的时候，精神头足了。我倒是真希望他还能和你们一块玩，他还能开心一点。黄九恒，他真没跟你说我们为什么闹矛盾？这件事情发生之后，我就没见他笑过。当然，他有过笑的表情，但那不是真正的发自内心的笑，是那种为了我、为了孩子挤出来的笑，装出来的笑。那种笑里充满了责任，还有义务。说句心里话啊，我看着挺难受的，真的，看着挺难受的。我想过，哪个男人摊上这种事情，都会受不了的。尤其是黄九恒，他痛苦的方式，是憋在心里的，藏在心里的。我真担心。他有一天扛不住，
崩溃了。尽快和他和好吧，带他去疯，带他去玩，只要不当着我的面儿，你怎么骂我，怎么损我都没关系，只要老黄心里能舒服点儿，好吗？不好意思，我在这儿丢了一样东西，一个棕色纯皮的钱包，带拉链的，里面还有一张工商银行卡，还有200多块钱的现金，是这个吧？谢谢。我也经常走神儿，炒股开始到现在。已经丢过2次手机，1次钱包了。为什么说愁苦？不是说不屑于跟我和小欧这样的人做朋友吗？怎么又臊眉打眼的回来了？不愿跟你们这些傻女子一般见识。3人颠覆小组，就剩下您白大组长一个人了，孤家寡人了，没人陪你玩了，郁闷郁闷也是很正常的。那，送你一瓶郁闷的小酒。怎么了？想跟那2只鸟和好啊？其实呢，是林想主动找我，让我再帮帮黄九红，让他尽快快乐起来。否则以我这暴脾气，我才不愿意搭理他们。俩他妈傻子！我最讨厌的就是跟这种没有智慧、没有胸襟的人交往，累。烦，少拿林想说事儿，没人给你台阶下，你也别站在那儿东张西望的等机会了。你费心给自己找把椅子坐下吧。坐着呢。再说了，我这种人需要找什么台阶吗？我做人的原则就是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；人若犯我，我就生气。这是什么？素质。还有，他们俩那么骂我，那么挤兑我，考虑过我的自尊心吗？哎，你劈头盖脸、酣畅淋漓地骂人家的时候，你考虑过人家的自尊心吗？现在又舔着脸考虑自己的自尊心，公平吗？哎，主食你想吃什么呀？面条还是饺子？都行。这大周末的，你就在家待着，不出去玩了？你不是说最近不想多跟我见面吗？啊？对，玩的跟句地没了。你少招我啊！对了，跟你说个事儿啊，你能不能去趟白志勇家，把我那些洗漱用具和换洗的衣服给我拿回来？我去，你觉得合适吗？有什么不合适的呀？你有那么贵气吗？不是我贵不贵气，是你拧巴，居然想让我去白志勇家给你拿东西，那我还不如去超市再给你买一套呢。哎，蓝天宇，你真不打算跟白志勇交往了？说不定啊，人家就是嘴不饶人，心底善。你这样不怕人家说你小心眼啊？哎呀，行了行了行了，别叨叨了，碎嘴老太太，我不麻烦你了还不行吗？我自己想办法。矫情。在外面受了气，回来跟家里人
撒泼打滚、恶语相向。你不是一直都觉得这种人很没劲、很没教养吗？你不是一直都鄙视这种人吗？行了行了，我怂了，我错了，行了吗？江小美，白志勇把我东西送过来了吗？还没呢。你看你，求你办点事儿怎么这么难呀？哎，你是不是就没给姓白那小子打电话呀？老大，我打了，他还没来呢。哎，来了，姓白那小子来了。东西送来了啊，轻点放，摔坏了你赔得起吗？破衣烂衫，还不够我油钱呢。谁让你送的？贱不贱啊？哪个贱人非要住在我家里啊？我嫌占地儿。你的无耻让我心痛。等等等等等，我有点不太适应啊。你们俩的对话，干嘛都看着我呀？我是翻译呀。如果我没听错的话，你们说的都是中国话吧？互相看着说，啊？看他，我怕脏了我的眼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你那德行，劲儿劲儿的，讨不讨厌？懒得搭理你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不要脸！上官慧，哎，咱家还有没有什么好看的影碟呀？影碟？啊，太古老的东西了吧？哪儿还有啊？以前那些好看的片子，你不是都送同事了吗？哦，没朋友了，孤单了，想看电影了？你不是说最近全世界拍的电影都不好看吗？那我陪你聊聊天吧。行，聊聊，反正闲着也是闲着，省得你说我孤单。孤单，也是我最近的感觉。秦风那件事儿，伤害了这个家，也伤害了你，把我们原本温暖的家庭搞得乱七八糟的，是我不对。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。我最近啊，情绪不好，冲你急，也不完全是因为这事儿。哎呀，主要就是因为跟白志勇这个王八蛋闹翻了，心里烦。白志勇这个事儿吧，你应该这么看。在你所有的亲戚朋友、同事哥们儿当中，有几个人能像白志勇这样的？你整天吃住在人家家里，说话口无遮拦，白志勇呢还得绞尽脑汁，想尽办法给你出主意，让你开心。像咱们家出了这种事儿之后，对大多数人来说，也就是个茶余饭后的闲聊八卦，没人会真为你着急。但是白志勇会。你这次跟他闹矛盾啊，我觉得主要是因为他就是那个性格，可以原谅。性格，也许吧。地擦完了，衣服洗好了，明天早上的粥也都熬上了。把这碗红枣粥喝了，你赶紧睡觉。
我把玻璃都擦了，我也去休息。哎，哪有大晚上擦玻璃的？你别折磨我了，行吗？我知道你烦，知道自从你和白志勇打架之后，你心里别扭。可是你这疯狂的做家务活管用吗？白志勇是一个很讲义气的人，他要如果不是讲义气、不关心你的话，他也不能骂你。能骂你的就2种人，一种恶人，一种朋友。你应该理解他。可问题的关键就是，他骂我也就算了，他骂的不是我，他骂的是你，他还骂得那么难听，我实在是接受不了。他是站在你的角度替你骂的。有一个朋友不容易，别轻易的失去了。起码白志勇他不是个坏人吧？什么是坏人？每天上蹿下跳、张牙舞爪的，全世界他最能耐。我告诉你，我现在想起来我还生气，我还想抽他。你还笑？最起码人家心里想的，嘴上就说出来了，也没掖着，也没藏着吧？你喜欢当面一套，背后一套，心里想的和嘴上说的不一样的人啊！